新婚之夜，老公和婆婆让我独守空房。次日我赌气离家后，老公浪子回头，深情求我回归。哪知晓老公只是骗财骗人，一心将我当蚂蚁来捏，却不知我是蚂蚁扮大象里的大象，直将他踩得粉碎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新婚之夜，半夜口渴起床，老公罗琦却不在身侧，走到隔壁屋，看见门半虚掩着，向里瞧去。我顿时气急攻心，但思索了良久，还是决定先回房休息，一夜无眠。第二天，罗琦到处翻箱倒柜找我的钱，现金拿光了，还要我的银行卡的密码。哭什么哭？不就要你点钱？你人都是我的，何况兜里那2个钱？这个男人振振有词地狡辩着。气急之下，我口不择言地说了出来：你这个妈宝男！罗琦和他妈一瞬间脸都红了，一口接着一口骂我是个扫把星。我气得浑身哆嗦，一句话说不出，蒙头转向地出了这个家门，拦下了辆出租车，魂不守舍地向司机师傅说了娘家的小区名。现在都已经结婚了，结婚第2天就跑回娘家，多丢人啊！我爸咆哮着，我弟伸手就朝我要住宿费，我绝望了，无话好说。我出了娘家门，走出小区，我终于忍不住流下了眼泪。从小到大，我处处让着弟弟，吃不饱穿不暖，上不了学，也必须保证他优渥的生活，给我烂赌的父亲洗衣做饭，这些都换不来他们的真心。我越哭越伤心，突然身后一个熟悉的声音：丽丽，我今天态度不好了，我是有点妈宝，但我已经让妈回老家了，你原谅我吧。我身心疲惫，麻木地任他将我带回了和他的家。到了家，他给我拿拖鞋，给我倒热水，给我做饭烧菜，殷勤非常。最终他顺利地得到了我的银行卡密码。银行卡密码到手后，罗琦又变回了之前的嘴脸。走开，别碰我！罗琦醉醺醺地回来，怒吼着正在扶他的我。我保持着微笑向送他回来的同事道谢。已经是凌晨了，本来熟睡的我为了这个醉鬼被迫起床。你给老子滚蛋！老子没醉！罗琦将我推倒在地，我一下摔了个大屁墩，一下痛得我站不起身，自然扶不了罗琦了。他也重重地跌坐在地上，他醉着怒吼道：你个贱蹄子，敢不服我？我现在失业了，你就敢这样对我了？我惊讶他竟然失业了，但他根本没有告诉过我。我艰难地爬起来，独自睡去，任他在冰冷的地上躺着。3个月过去，罗琦一直没有找到工作，高不成低不就，不是嫌工资低，就是嫌卖力气的活丢脸。我为了房贷和生活开支越来越卖力了，常常加班，就为了做业绩。可经理知道我已婚未育后，越来越不待见我，根本不把项目分给我。我发誓赌咒地跟经理说，我最起码近1年内绝对不会生育。经理好容易才肯给我一个没人愿意做的小项目，可没2天，我又被经理调剂到别的部门了。职场始终歧视女性已婚未育。意外的是，新部门的经理是小时候的邻居，算得上是青梅竹马。只是高中的时候，他家搬走了。李丽，这么多年没见，你还是原来的样子，还是那么的岁月静好。看见你就想起来小时候的日子。周峰微笑地看着我说道。我也惊喜万分，真没想到你竟然调来我们公司上班了，还成了我的直属领导。我是新调来这个部门的，业务还不熟练，你一定要对我多多担待。咱俩的关系呢，还用说吗？看着周峰的笑容，我踏实了不少。我现在是实在不能失业，家里的负担太重了，
周峰很提携我，因为业务不熟练，我常常加班，他也默默在经理办公室加班，时不时的来指导我一下。加班后也会我送到地铁口他才走，他还是那样的风度翩翩。我看见他离去的背影，心里确实泛起了一点涟漪。而每天晚上到家门前，我总是给自己积极的心理暗示，因为家里总是一片狼藉，只有成堆的泡面盒、矿泉水瓶子。罗琦只会瘫在沙发上，什么都不收拾。别人打扫收拾的时候，他却挡在那里，连脚都不愿意挪一下。这天晚上回家，罗琦反常的没有窝在沙发玩手机，倒是一直在那里打电话，一个接一个，听内容再是联系小区的业主去物业闹事。他在电话这头眉飞色舞，激动不已。我劝他不要去闹事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罗琦冷着脸说，就是因为物业差，这个小区房价比别的小区都低，挂的便宜都卖不出去，所以更要整治物业。什么挂的便宜都卖不出去？你要卖房子？我诧异地问道。哼，实在没钱交房贷了，不卖怎么办？喝西北风吗？罗琦捣鼓着手机，头都不抬一下地答着。我觉得十分离谱，恼怒地说，卖房子以后住哪里？买房子卖房子是开玩笑的吗？你去找个班上，我们俩人努力不就能供得上吗？这是我们的家，你说卖就要卖，连商量都不跟我商量，嚷嚷什么？没房子不能租房子吗？我才是这个房子的房主，卖不卖由我决定，需要跟你商量吗？说罢，罗琦不耐烦地走出了家门。我的心又更加冷了。我反思着，难道我这一生真的都要这样忍让下去吗？罗琦真的好会变好吗？来，这里这样改一下，还有这里。周峰正和颜悦色地指导着我改方案，笑容如3月的春风，扑在身上，暖意洋洋。我的电话不合时宜地响了，打断了我俩的工作交谈。周峰清了清嗓子，示意我快接电话。喂，你是罗琦老婆吗？你老公打人了，在社区前面的派出所这里，你赶快来一下吧。我接了电话后，刚才的愉快心情一下就没有了。生活很快地将我拉进现实。你快去吧，这方案我早上会帮你改好的。周峰做了个虚的保密手势，眨着他大大的眼睛，温柔俏皮地朝我说道。我顿时烦躁的心情平复了很多。派出所里，罗琦和几个5大3粗的老爷们蹲在墙角，警察正站在他们前面教育着。你好，警察同志，我是罗琦的家人。我眼神呆滞地朝警察说道，从没想到自己要来派出所捞人。我这性子本该一辈子和派出所大门无缘的。警察转身看了我一眼，冷冷地说道，罗琦的情况最严重，他带头闹的事，还先动手打了物业老板，现在人家还躺在医院里。罗琦立马情绪激动地喊道，您看看我这身上的伤，他可没少揍我呀，他就是在那儿装病，我们是去维护业主的权利，不是去打架的。那几个和罗琦一起蹲在墙角的大汉也附和着。警察立马厉声呵斥道，那你就打人啊，现在是法治社会，你们先动手给人家打到医院了，还不老实，非要进牢子里蹲才老实是吧？我问道。同志，罗琦现在可以保释吗？警察说，那得受伤的那位谅解你才行，否则必须拘留。罗琦大喊着，李丽，救我出去。出了派出所，我买了营养品就直奔医院。物业老板是一位50多岁的大叔，他躺在病床上，一副不愿意搭理我的样子。我恳求着物业老板，物业老板眼皮都没有抬一下，倒是旁边他老婆开口了，
你看看我们老王被打的50多岁的人了，还要受这个罪？哦，轻飘飘的句对不起就完了。我急忙表示自己不是这个意思，也一定会赔偿的。他老婆冷哼着说，想让我们谅解也行，最起码要拿出5万块来赔偿我们老王的身心伤害。物业老板老婆对我说完这句话，就再不愿搭理我了，抬手就要端我坐的凳子，明晃晃的赶人。我现在哪里还有钱？没办法，我拨通了我公婆的电话，电话那头他们急得都快冒火了，但是一说到钱，就推脱着让我想办法。我能有什么办法？我的父母是没有钱能给我的，他们要给了，我弟还不得把房子给掀了。刚好这时周峰打来电话，你老公没事吧？你也太辛苦了，你的工作我已经帮你搞定了，你要是有什么难事告诉我，我可以帮你的。我在电话这头思索再三，还是没有说出借钱的话。以罗琦的为人，根本不会一起来还钱，因为是我借的。此时我已有了心眼。再说那老两口明明有钱，却让我来想办法。果然罗琦父母来了解了情形，还是掏出了5万块。罗琦顺利地出了派出所。到家，罗琦一脸无所谓地躺在了沙发上，他的父母也坐在了沙发上。半晌儿，罗琦妈来了句：“李丽呀，晚上多做几道肉菜，我看琪琪都瘦了。”我忍无可忍，他3、4个月没有工作了，整天在家游手好闲，现在还打人进派出所了，你们一点都不说说他吗？罗琦像是被踩了尾巴一样朝我大吼：“你嚷嚷什么？你有工作了不起了呀？”然后又对他爸妈说：“爸妈，我必须去物业闹的，你们不知道这小区的物业出名的差，已经影响到房价了。我在房产中介挂了几个月的房子都没有卖掉，得接着和物业闹，我觉得荒唐极了。罗琦，你可是刚从派出所出来的，为了救你出来，我们赔了物业5万块，人家才肯调解的。”罗琦闻言怒不可遏，凶神恶煞地说道：“你脑子长屎了？5万块，疯了！哪里来的5万块？”罗琦妈委屈地说：“是爸妈的棺材本。”一听李丽说你被关派出所了，爸妈怎么也要救你出来呀？罗琦指着我的鼻子骂道：“你这个蠢货，没人要的赔钱货，你个扫门星！”罗琦越骂越起劲，越骂越难听，我实在忍无可忍。罗琦，你先是骗婚，现在连房子都要卖了，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，还在这里讲这种话，我们离婚吧，反正也过不下去了。罗琦冷哼道：“大爷的，要不是你弟弟打电话给我，苦求我接你回来，我 TM 早不要你了。你以为我会缺女人吗？告诉你，想要跟我过的女人一大把，你现在滚，明天就有女人来。”我全身冰寒刺骨，拿起包就冲出了这个所谓的家。第2天上班，我一整天都心不在焉，晚上加班很晚，下班的时候天空下起了大雨，我没有带伞，站在写字楼前，想等雨小了再走去地铁站。周峰看见了我，忙撑起他的伞，凑近我，以免我身上落到雨，带着我跑向地铁站口。我们刚到地铁站口，我就听见了熟悉的声音：“哦，不怪对我儿子一点都不关心，还敢和我儿子还嘴，原来是跟别人搞到一起去了哦。”罗琦妈凶神恶煞地冲着我和周峰大声骂道：“你们这对狗男女！”说着就上手来打我们。我怒不可遏，大声解释着我和周峰是清白的。罗琦妈冷笑道：“清白的？清白的2个人凑这么近，这都贴一起了。”我忍无可忍地说：“是，我就是和别人搞一起去了，你满意了吧？臭婊子，我打死你！”罗琦妈手被周峰拦住了，就开始试图用脚来踢我。
后来我实在懒得跟他这么纠缠下去了，一气之下和周峰打了出租车就走了。罗琦妈在后面追着骂。上了出租车，我实在气得不行，一下就哭出声来了。周峰抱着我，轻轻地拍着我的背，和司机师傅尴尬地说道：“老婆不懂事，耍小性子呢。”司机师傅也呵呵笑地回应了下周峰。天色太晚了，周峰好心地让我住在了他家客房。这一夜无眠，大概流干了我所有的眼泪，也让我对男人这种生物彻底死心了。因为有些文件还在罗琦家，没办法，我被逼无奈的只能回去。周峰说不放心我，非要陪着我一起去。进了小区，闲坐在小区，四处老太太们都对我指指点点的，甚至到了家门口，邻居看我的眼神也都是鄙夷。呵，你这臭婊子还敢和奸夫一起来！罗琦看着我们，面目狰狞地说着。说着，罗琦就出手打周峰，反被周峰一个拳头捶到了脸上。罗琦没来得及反应，猝不及防地被打倒在地。罗琦这边还想还手，被周峰死死地压着身下，二人力量的悬殊，罗琦也只有挨打的份。我冷眼在一旁瞧着，直到罗琦爸妈回来才拉开他俩。罗琦妈气得跳脚，扬言要报警。我冷笑道：“报吧，我这里有罗琦先动手的视频，我们只是正当防卫，你才有的前科，这次可没那么容易出来。”罗琦妈瞪眼高声道：“警察来了才好，给你们这对狗男女抓起来！”经受过这么多，我的心也越来越强大了。我冷眼不屑地说：“你有什么证据在这里诽谤我和我的朋友？如果你再这样，我一定会起诉你。”罗琦闻言还想打我：“你敢这么和我妈说话，我打不死你。”可惜他早就被周峰打趴下了，竟起不来，反倒是被我踢了好几脚。罗琦大怒说道：“李丽，你死都是我老婆，我不会放过你的，不会跟你离婚的，我一定会折磨死你的！哼哼，你等着！”听了这话，我强壮镇定，狠狠地瞪了他一眼，直径进屋拿了东西。在周峰的保护下，我决绝地离开了张家。我该怎么办？他不愿意和我离婚。面对我寻求帮助的眼光，周峰眼里竟有几分闪躲，半晌儿迟钝地说：“不要着急，他们家那种父母肯定着急要抱孙子，你就按兵不动。”我默默地点点头，内心不安地和周峰一起去公司上班了。喂，姐，你真的是丢脸丢到家了，你不要回来呀！我不想被街坊邻居嘲笑个没完。电话那头声音怒气冲冲。我平静地问：“所以我又怎么你了？你还有脸问？你婆婆今天来家里闹了一通，说你在外面乱搞，爸差点给你气犯病。你是怎么搞的？能不能要点脸啊？”啪的一下，我关掉了电话，实在窝气得很。周峰给我发来短信，说他在他的小区给我租了个公寓。他说这间公寓刚好主人要出租，就帮我租了。我终于轻松地拎包入住了，心里对周峰的感激又多了一层。晚上我越想越不对劲，我太了解罗琦的个性，如果我不先出手，他和他妈一定会搅乱我所有的生活。于是我抱着试试看的想法，给玲玲的老公发了一个匿名短信，告诉他老婆和罗琦经常通奸，让他不信捉奸看看。玲玲是小区理发馆的老板娘，罗琦3天2头跑那里剃头，我也不能笃定真有这事，只是死马先当活马医。几天后，罗琦妈给我打来了电话：“丽丽，你帮忙找找你舅舅，罗琦的双腿被打断了，很严重，医院里束手无策。你舅舅不是第一医院的骨科专家吗？玲玲那混蛋老公真不是人啊！”没等他话说完，我就挂断了电话。
可是罗琦妈又打了来：“丽丽呀，你帮帮忙吧！现在情况更糟的是，玲玲怀孕了。玲玲老公现在不认这个孩子了，非说是罗琦的。现在玲玲死活要罗琦离婚娶她呀，造什么孽呀？那孩子怎么可能是琪琪的吗？”我冷哼了一下，还真有可能是罗琦的。没结婚前，罗琦就3天2头往这理发店跑。罗琦要是肯离婚，不是皆大欢喜吗？到时我可以去求求我舅舅，否则免谈。反正我已经起诉离婚了，分居时限到了，罗琦不同意离婚也是没用的。说罢，我就厌恶地挂了电话，懒得跟这个女人多说一句。几天的僵持之后，罗琦一家看出了我的决心，终于罗琦坐着轮椅和我去了民政局，结束了我这荒唐短暂的婚姻。我象征性的在他们面前给我这个远方的舅舅打了请求电话，等离开了他们，我反手就让我舅舅别为了我搭理他们一家，我已经和这人渣没有任何关系了。没几天，我吃东西老是想吐，同事们不知道我已经离婚了，都打趣我是怀孕了。刚好有个同事要去药店买药，还自作主张热心的给我买了根验孕棒。同事买都买了，我索性就验了一下，没想到真的怀孕了。算时间，应该是之前罗琦喝多了造出的孽种。下班了，我仍然六神无主地坐在自己的工位上，同事们都走了，我终于绷不住了，大声地哭了起来。半晌儿，突然有只手轻拍了拍我的肩，是周峰。怎么了？一个人在这里哭啥？我怀孕了，是罗琦的，但是我们已经离婚了，怎么会有孩子？我委屈地在他怀里哭诉着。罗琦不知道吧？周峰着急地问我。他不知道的，我也是今天才知道的。我准备去堕胎。周峰立马严肃地说，孩子就是老天给你的礼物，你怎么能随便打掉呢？可是我一个人怎么抚养他？而且我是不可能跟他亲生父亲再复合了。我想到罗琦就觉得恶心。周峰深情地望着我，丽丽，我来养，你和肚子里的孩子以后都我来养，这个孩子以后就是我的亲生孩子了，你谁也别说，他就是我的孩子。我吃惊地望着他，疑惑地问道，可是他不是你的孩子啊，你不介意吗？周峰满脸真诚地说，我不介意，因为我爱你，爱屋及乌，他是你的孩子，就是我的亲生孩子。我内心有些感动，但更多的是疑惑。经历了罗琦这个渣男后，我总觉得男人不会真心对待没有血缘的孩子。周峰坚持将我接进了他的公寓，说我现在的身子要好好养护，外面的小旅馆不安全。周峰小心翼翼地照顾着我，生怕伤了怀孕的我，还坚持要带我到医院检查下胎儿的健康。我拗不过他就来了。不过晦气的是，在医院碰见了罗琦妈，她看见了我，风一般的朝我跑来，直拽着我说是要带我去求我舅舅。我甩开了他的手，他竟然推搡着我来到了楼梯口。我反抗着，不小心间包里掉了我刚才的孕检单，被罗琦妈手快捡起来了。你是不是怀了琪琪的孩子？她激动地抓住我的胳膊问我。不是的，我使出浑身力气甩开他的手，不小心脚底一滑，眼看我就要滚下楼梯去，罗琦妈立马伸手要拉我，我甩开了他的手。是的，我存心想摔下去，想到自己肚子里的孩子竟然与这样的一家人有血缘关系，我痛不欲生，只想孩子尽快流掉。医院里医生说我流产了，罗琦妈转头就走了。倒是周峰听了之后表现得非常难过，直捶着我的病床。我醒了之后立马就报警了，有了医院里路人作证，罗琦妈故意伤人的罪名很快就成立了。我笑着想，往后余生
我一定都是幸福。但是古怪的是，在医院这几天，周峰是一次都没有来看过我。我倒没有很在意，因为我知道男人都是反复无常的。出院后，我回到了他的公寓，看见我的东西都被他打包进了行李箱，我很诧异。你什么意思呀？你这是要我走吗？周峰没有抬头看我，坐在沙发上悠悠地说：对，我们别再联系了。小区楼下的公寓之前退了，人家也不租了，你另外找住的地方吧。我盯着周峰看，想搞明白这是为什么。周峰却没有管我，转身进了卧室。就这样，我拖着行李箱暂时住进了小旅馆。不过我倒是很快就打开 App 找出租房了。其实经过罗琦，我已经波澜不惊了。周峰完全变了样，有事没事的就刁难我，像是有意逼我辞职。我真的很费解，就找他问：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你要和我分手没什么，但你为什么还要让我失业？我到底哪里得罪你了？你被调到我这个部门，本来就是你之前的经理有意逼你自动辞职。我留你到今天已经是很仁至义尽了，你最好识趣主动辞职，免得被辞退，到时候可不好找工作。说完，周峰就让我出去。我想不通，之前那个对我百般呵护的男人，怎一下就变成这副嘴脸了？虽然经历过罗琦那种渣男，我对男人本就没什么期待，但总想不明白他为何变脸的这样快。我冷静地分析，这个男人之前肯定是在我面前伪装了很多。我仔细地回忆着和周峰在一起时的所有细节，他时常背着我打电话，而且他的左手无名指上有浅浅的痕迹。当时周峰说是因为之前和前女友在一起时戴的对戒时间长造成的。女人的第六感让我顿然想到，他是不是根本就是已婚？朱姐，听说您儿子结婚了，这是我的红包。我笑嘻嘻地说道。朱姐愣了一下，不好意思地说：呀，丽丽，我之所以没有请你，就是怕让你花钱，你还特地来包钱，我多不好意思啊。我笑容灿烂地说：有啥不好意思的？孝敬您不是应该的吗？我们的福利待遇不都是靠你们 HR 多多照顾的吗？朱姐拿到红包之后说：丽丽呀，怎么这么厚？你咋包这么多？我一脸心事地说：应该的。朱姐似乎看出我另有心事。丽丽呀，你是不是有什么其他的事？没关系，跟朱姐说。朱姐，我就是想问问我们部门周经理的人事资料上是不是已婚呢？朱姐先是有些诧异，后又变平静，似是看透的悄悄跟我说：是的，别说出去啊。我乖乖的点头。我立马高价联系了私家侦探公司，他们很快查到周峰老婆的信息。虽然我对周峰早已没有一点情感了，但他想要让我失业，我就得让他身败名裂，让他再也不能祸害别人。付完侦探费用，我几乎完全没钱了，但是手里拿着这些资料，我觉得很值。我立即申请休了所有的年假。周峰以为我是要在辞职之前把带薪年假都休完，就痛快地给我批了申请。然后我简单地收拾了些行李，就到了邻市周峰的家。我在侦探的资料里得知，周峰老婆正在招照顾老人的住家保姆。我刻意打扮了一下自己，把自己收拾得像一个干练的家庭妇女。我自己也确实从小到大都是做家务的那一个，确实是什么家务都手拿把掐。周峰的老婆经我恳求，就同意了先试用我。这是特地打扫出来用给住家阿姨住的，你晚上就睡这儿，床铺什么的都准备好了。周峰老婆看着我说道，这是个面善的女人，说话也温温柔柔的，一看就是家教好人家的闺女。对了，李丽，
今天我要去医院去咨询代孕的事，你和我一起去，刚好带妈妈去检查一下。”我心里很是诧异，只见他一脸愁云密布的继续说：“我不能生育。之前我老公都说愿意为了我做丁克一族，可是我看他这么难过，同情心上来了，拍了拍他的背。我给他说了我之前和罗琦的事，我告诉了他世界上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，女人间的感情就这样在倾诉间就拉近起来了。”他一脸悲伤地和我说道：“上个月他说有个女人在他酒后勾引他，还怀孕了，说等孩子生下来要给我养。”我当时真的好崩溃，虽然我之前也说过代孕，但是他真的和别人有了小孩，我又是那么的接受不了。我抱了抱他，让他不要难过。他抽泣着说：“没事的，李丽，我只是一时情绪崩溃了。其实我都已经接受了，还准备去下江市看看那个给他生孩子的女人。哪知道周峰说他又流产了，还跪着和我说以后再也不和这个女人联系了。周峰也让我调过去上班，我也想通了，夫妻总是两地分居也不是事，准备过几天就过去，所以以后得多靠你照顾我妈了。但是我想着还是要给他一个孩子的，他应该是真的很喜欢小孩，我不能让他为了我遗憾一辈子。”我沉默着，不知道怎么和这个又傻又善良的女人说她老公是个怎样的人，只能疼惜地看着她。我冷静地分析着，他前段时间都是和我在一起，所以周峰说的孩子肯定就是我肚子里的孩子。那他怎么会说我的孩子是他的孩子呢？他为什么要欺骗他的老婆？我小心翼翼地对周峰老婆说：“你真确定是你不能生育吗？难道你没想过是他的问题？”女人双手捂脸悲痛地说：“之前找他的老同学，著名的妇产科主任医师查过，是我的问题。在去医院的路上，我话里话外向周峰丈母娘和老婆打听着周峰在他们心里的形象，得到的都是很好的评价。我心里估算着自己要是直接和他们说这些事，他们肯定会难以相信我，而且会打草惊蛇。于是1-2个星期，我摸清了周峰的全部状况之后，就以家里有急事辞了这份住家保姆的活，立即回了下江市。“你是来递交辞职信的吗？”周峰一脸挑衅地看着我。周峰，经过这次休假，我进行了深刻的自我反省。之前我对你一直关心不够，一直都没有体谅过你。现在我想能有一个弥补的机会，你不能就这样和我分手，再给我一个机会好不好？周峰显然很惊讶，一脸意外地抬起头看着我。半晌儿，他说道：“李丽，和你在一起的时光我也很幸福，但是我们之间真的结束了。我希望你不要再纠缠我了。”我没有再出声，默默地走出了他的办公室。出了办公室，我就保存了我俩对话的录音。本来我的手机就有自动录音的功能，之前和周峰的通话也都有储存。同事们都盛传我已经离职了，周峰也把我手上的活都分走了。一个早上，我都坐在办公室无所事事。本来是打算继续和周峰周旋，这样就可以找到更多证据。但是周峰根本不上当，这个男人是一点不拖泥带水，说变脸就变脸，绝情的可怕。我思索着，他肯定是捕猎高手，肯定不止我一个对象。我买了一个和周峰相同的手机，果然周峰在开会结束时拿错了我故意放的新手机。幸好我知道这渣男的开机密码，我以火速的时间传输了他手机的所有资料，然后悄咪咪地将他的手机又放回了会议厅。反正是他自己拿错手机，即使知道是我拿的，也怪不到我头上。
我联系了所有周峰手机被他诱惑的女生，努力地游说他们作证，别让渣男好过。这时，周峰老婆发微信给我说她来下江市了，还说她老公明天要邀请大部分公司的朋友开个派对迎接她。我立即确定好计划。派对的当天，我领着受害的女生们，手提的音箱正在播放着周峰之前勾引女生的语音，浩浩荡荡地进了派对。周峰当场傻眼，面色枯白。周峰直愣愣地看着我们，呆若木鸡。所有到场的同事面面相觑，尤其是领导们都以鄙视的眼神看着周峰。周峰先是脸红到发紫，然后逐渐疯狂，抢着正在播放语音的音响，又实在抢不过我们这些人，转而彻底疯狂，对着我们大骂，场面一片混乱。周峰老婆实在不能接受这个画面，蹲在原地痛哭流涕。我上去抱着她，安慰她。我连夜送周峰老婆回了林氏的家，一路上安慰着悲痛欲绝的她。我告诉了她所有，她的情绪从极度崩溃到慢慢的接受了。我安顿好了她，就回了自己的住所。几天后，我的手机铃声响了。手机那头传来了周峰老婆的声音。我查了，确实我的身体是健康的，完全没有生育问题。要不是你，我可能会被骗一辈子。我已经起诉和周峰离婚了，真的很谢谢你。我忙说，没什么，都是应该的。你已经为周峰耽误这么多年了，财产千万不要再被他骗走了。周峰老婆忙说，婚前我父母让他签过婚前协议，这么多年他的积蓄基本都花销和炒股了，房子等固定资产都是我娘家婚前置办的。你别担心我，我一定不会再放过这个渣男了，他再也别想骗我了，真的很谢谢你。后来周峰再也没有来过公司了，如今他已身败名裂，同行也不会要他的。讽刺的是，领导知道我离婚后，觉得我能一心拼事业了，倒是给了我不少项目。我也确实把项目完成得很好，没多久我就升职了。几年过去了，我一个人把自己的日子过得越来越精彩了。没事就去喝下午茶，有钱就去旅游。尽管按揭了套单身公寓，我将其装修得温馨又舒适。我现在过得潇洒又恣意，不管精神还是身体上，我都不再依附任何人，任何人和事轻易是伤害不了我的。某天周末，我懒得做饭，点了个外卖，外卖员超时了快30分钟才敲响了我家门。我打开门，一个胡子拉碴、满脸是灰，衣服的袖子和裤腿都被划破，里面血肉模糊的男子不停地鞠躬跟我抱歉，说是骑车太快撞翻了路上的标牌摔了。我瞧着这个狼狈邋遢的男人心生了同情，忙说没关系，其实我不着急的，安全第一。男人闻言终于抬起头来朝我道谢，只是他在看到我的时候整个人怔了一下，勉强地在那张黝黑粗糙的脸上扯出了一丝笑容。我是觉得眼前的人有点眼熟，但是也想不起来是谁。没多想，接过了外卖就关了门。没想到门铃声又响起，还是这个外卖员。他低着头恳切地求着我，请你一定不要投诉我，要被罚很多钱的，我再接到投诉就会失业的。我想也没想地说，不会的，大家都是打工人，我知道你们外卖员的辛苦的。男人竟然抽泣起来，沙哑地说，谢谢你。然后他急速跑到电梯口按电梯，进电梯前眼神动容地朝我说道，你现在真的变了很多。男人这一系列举动着实令我感到莫名其妙，于是我打开手机外卖点查看订单，外卖派送员那一栏
写着周峰。看见这个名字，我冷笑了一下，随即立马给了个投诉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